我都不知道我频道还有这个功能，就是可以帮大家来拍。他已经很久没办法来新加坡，但是他想要吃的东西。那个拜托我们的观众叫做海伦，他想要我们拍他在新加坡最喜欢的食物追贵。哎，你看这边是比较宽敞的food court，我喜欢。我第一眼就看到它了啦，在这里。黑人你要几个？你问一下黑人要几个？看看你要几个？还有5个。是的，是的。好可爱哦！可爱哦，不要乱拍哦。好，谢谢。啊，谢谢。那上面就可以拍，这里面的东西不可以拍。那我拍上面。安迪说不能拍呀。哇哦！商业机密。比比想喝饮料。想喝什么？我要冰的乌龙茶。我刚刚一上来看到它整个 layout， 我就爱上这边了，因为它好宽敞哦，而且很通风。在后可吃饭一定是会热的啦，但是这边已经算相对来说已经算很好了。应该是要这样说，是托海伦的福，因为我们自己没来过这边呢，好丢脸哦。身为因为这边明明是新加坡每个拍美食的那个 YouTuber 都会来这边，根本是美食大本营。但反正我们不是美食部落客啊，我们两个也是第一次来。之前台湾有一组很有名的 YouTuber 叫做1+1，他们被那个新加坡旅游局邀请来拍新加坡的时候，也是特别拍了这个巴萨霍克，就是这个地方是连观光客都必须得来，就是到此一游的巴萨霍克啦。你吃了吗？我已经吃了。你吃啊？那我吃。好吃吗？我平时吃很多追贵，可是我真的也是想不到它的天花板在哪里。这个是算是好吃的。你说什么叫做最好吃的追贵哦？对，因为我在跟我吃过的比较嘛，其实好像都是一样好吃。这个是算好吃了。要拍一口那个萝卜干才准。我喜欢它的那个贵，我觉得很有那个米的味道。是米吗？它是用米做的。对，它是用鸡蛋哦。可是我好像有吃过比较好吃的那个萝卜干。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就那种什么百货公司买、美食广场买的那个追贵是好像没有东西的，就是你放到嘴巴，你这样捂，它就变成水了。对啊。没有什么存在感，好像是用粉调的，然后那种感觉。这个的存在感好高，我觉得它米好厚哦，好高哦。可是我有点不确定，海伦是要叫我拍中巴路这家，还是只要拍新加坡的最贵都可以？哦，应该是中巴路吧，就最有名的。哦，所以大家只要说，问新加坡人说哪里有好吃的最贵，大家就说哦，你去中巴路的巴萨那个 Hoka 上面吃，对啊，叫建博。建博吗？建博追贵。身为外国人的我有个疑问，为什么追贵每次都给这2根竹签？到底是要怎么吃啊？我不知道我都是用叉的。我知道了，这个就是测试，因为你知道外面那种很稀的那种料，你这样擦它就这样碎掉不下来。建博想要跟你讲的意思就是，我们家的追贵是搞的哦，搞到。你用2根这么细的竹签，你这样擦，它也不会碎掉原来有这么深的意义。你可以帮他代言。我搞不好也没有这样想到。我要萝卜干。哦。因为今天只有追贵是直接去名店买，但这2个就是随便买，也没有 Google 说哪个比较有名。可是我们2个居然都没有点到地雷。我的牛筋面的牛筋好好吃哦。难道这边的东西是随便点随便好吃？我觉得是住在丢巴路的这边的人应该很骄傲吧？就像你也觉得你家旁边的冲冲是世界第1好吃啊？冲！基隆庙口。这个可能我也要帮忙支持一下。现在立即 Google 丢巴路的房价大概多少？我这辈子有可能买得到吗？你这边很好看你过去那边拍？不要。这里都是网美喜欢拍照的，你不会这么懒。对吗？
你要那种很随性，就是包包这样丢在旁边。哇，哦哇，对，就是这样。哇，长腿哥哥。幸亏是外国人听不懂。你看他们家的这个琴叶榕才叫健康，它的叶子颜色跟我们家完全不一样，而且它可以长到这么高大哎，哇哦！今天早上我就说我要来拍丢巴路，然后老师就说你又去拍那边，你不给观众看新的东西吗？但是我就想起来，上次我收到一个留言，他说的很好，他说熟悉的地方无风景。那你知道新加坡的问题在哪吗？没有风景吗？不是，新加坡就是一个你永远都不会熟悉它的一个国家，因为它每隔3个月、6个月你去一个地方，它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改变，所以才说新加坡是一个永远玩不腻的国家。哎，你觉得住在丢巴路的人会不会觉得莫名其妙？就觉得这不就是我家后门而已吗？大家家的后门都长得一样，为什么这么多人都特地来这边拍照？而且你们知道吗？现在新加坡室外已经完全不用戴口罩了，我们要迈入下一个阶段了。人多的时候就是把口罩戴上来就好了。对啊，而且我们现在据我们观察，其实路上好像真的不就是放敢不戴的，都好像是旅客或者是外国人比较多，还是有超多人就是还是乖乖戴着。我受不了了，我需要立即进去一个咖啡厅了。好吧。哎，刚好就走到这边来了。有位吗？有啊，1个小时而已，可能。1小时够了。你要看菠萝蜜。My wife actually, she's a fan of Hello Kitty. So during that time I saw the Hello Kitty series. Thank you. 我们热到立即冲进来一家咖啡厅，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哦 ，Thank you。你干嘛故意回眸笑？他在等你。哦，他在等你。Waiting for 他。Not yet, not yet, not done yet. You tell me 嘛。Thank you。哦，是，对。哇，好可爱哦！好险它不是那个圆圆的，因为我本来以为它是每次 lemon pie 那种 lemon tart， 我喜欢这种。哦，beer。Thank you。可是I thought it's a fish。你有喜欢喝豆奶的吗？我知道你喜欢喝牛奶。我好像没有喝过有豆奶。你喝这杯，你喝。很搭，对不对？还是比较喜欢牛奶。它怎么可以把它豆奶上面？你看它的奶泡好厚哦，它变鲜奶油了，好喜欢哦！现在每一杯咖啡还送你1小块巧克力，是黑巧克力。现在2送1。老师在买石斛跟杨生片。我在旁边吃嘟嘟贵等他。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买2粒送1粒吗？买2两送，谁吃谁买1粒的。我们家的杨生片跟石斛吃完了，今天出来补货。因为我自己的哲学，我就是比较相信运动啊跟饮食去维持身体健康。我自己常常喝，自己在家里做煲汤嘛，然后又会买像这样的中药茶饮去取代饮料啊、甜点啊，但是很少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毕竟还是中药。我觉得适合我自己，因为我有去看过中医，而且从小我很了解我自己的体质，但是适合我不一定适合你。所以我觉得有兴趣的人，这个是见仁见智的，就是你们还要去找专业的做咨询。算进去了，好了没有？那你花那么多钱买中药，你不如不要熬夜，不就可以省下来了吗？可以啊，我每天睡觉，不要上班了。好可怜哦，现在上班族好辛苦哦。今天的行程是要在家拍照，因为我要开低基金团购的包裹收到了，所以我今天要赶快把写文的照片给拍出来。我上次开团有人有买吗？因为上次的反馈还不错，所以这次才有机会开第2团。
喝滴鸡精到底是喝来干嘛的？还有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个牌子？那我上次已经拍过影片了，该拍的我都拍了。那我今天就不想要再多做介绍了。新观众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看回上次这支影片，我放在这边。今天插播一下，只是给上次有买的旧观众，就是如果你们还有想要补货跟团的话，今天你们看到影片应该是4月8号礼拜五，没有意外的话，我会在4月9号礼拜六开团，为期1个礼拜。这次不管是你想要补货还是参加团购，我会把所有详细的购买讯息放在 IG 跟 Facebook。大家也知道，因为写贴文字数的篇幅有限，不可能在一篇的贴文里面就把所有很详细为什么我要吃滴鸡精的来龙去脉的原因写给大家。所以我都是每一次团购，虽然是同样商品，但是贴文内容就是一点点放出来，给大家知道说为什么我会吃这个东西，那为什么我连现在都还在吃。就算目前没有需要的人，也欢迎你去 IG Facebook 就看个热闹，搞不好你身边的人有人需要啊。那我贴文应该4月9号礼拜六就会公布出来。我今天要炒米粉，我以前在台湾不知道炒米粉，米粉在新加坡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家通常都是逢年过节或者去港式餐厅的时候会点一下新洲炒米粉，不然平常好像没这么常吃到。为什么你今天这么嗨？可能是我刚喝太多生茶了。你们我们要来开始了。你们的米粉有太多种了，我今天买的是台湾米粉，就是比较细的那一种，所以它是不能先泡热水，不然它整个会碎掉。我们这种细米粉就是泡冷水。肚子有点饿，今天直接整包来好了，吃不完我明天可以当午餐。这样锅有点小我在想说你要那个请邻居过来是不是？你太小看你自己了，其实我每次炒的我们都可以吃完。那台湾米粉就是只是等于新竹米粉吗？还是有别种？我不知道。干嘛要把我当维基百科哦？可是就是我今天做的就是台式炒米粉，无意挑战你们米粉在你们国民美食的地位，只是不同的做法，给大家一个参考分享。这个米粉泡冷水，我们先放在旁边，再来备其他的料。我们先来把今天的辛香料切起来。等一下我要炸那个葱油啊，所以我们这边切一点点大蒜跟一点点红葱头。大蒜我们把它切成蒜末。大蒜我今天是用凉拌，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不要太执着大蒜的用量，因为大蒜一放太多之后，你真的就吃不到其他食材的味道。好，蒜末切好了，我们放在这个小碗里面。再来切红葱头。红葱头今天用了3小粒，比大蒜多，因为我觉得在炒米粉里面，葱油好像可以让炒米粉更好吃。那我们一样就切成葱末。好，这样就好了。我们跟大蒜放在一起。很台的炒米粉绝对不能少了香菜，切一点，尾巴先来，切一点香菜末。好，把它放在旁边，等一下。这个是我稍早泡好发好的香菇跟虾米，所以大家要记得做炒米粉的时候，提前把这2样东西给泡起来。这个就是干货的香菇跟虾米，大家可以用冷水，就是清水把它洗干净之后，倒入滚烫的水，泡大概2-3个小时，就可以像我一样泡到这样子胖胖的、蓬蓬的。把香菇切成丝。这边我都会切薄一点，因为它等一下就是浸在那个猪油里面炒的时候，特别容易吸收味道。个人喜好啦，你喜欢厚厚的油酥。香菇我们全部切完丝之后，也是放旁边，先等一下。虾米我会把它沥干，先跟旁边的香菇放在一起。你可以选择把它切成碎碎的，也可以像我一样就是留整只，都可以。这个泡香菇虾米的水不要丢掉哦，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拿来炒米粉。台式炒米粉一定要放高丽菜，我们来准备高丽菜。
就用太多了，大概用个4、5片。但我现在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吃，不是做生意嘛，我通常都会把淀粉的比例拉到少一点，然后配菜、蔬菜啊、肉、蛋白质啊，然后比例拉到高一点。所以放多少就是看你们自己喜好。那我们把高丽菜切成丝就可以了。你们看我最后才切肉，因为这样砧板比较干净。那我今天用的是五花肉，你用肉片里脊肉都可以啦。那我喜欢吃猪油味比较香的。我这一块是带皮五花肉，肥肥的。但是你看你买的这一次买的毛太多了，我皮整个我懒得拔了，我整个不要，不然等下都是猪毛。这是我跟老板 feedback。真的要跟他讲，最近买的那个毛真的太多了，很像中刷哎，吃了会刮你的嘴。我们把这个肥肥的五花肉切成肉丝，我喜欢有一点点粗的，可以吃到它的口感了。料都备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来炒了。第一步，我要先来炸这个葱油。油倒好之后，我们来开小火。油热了，我们把那个红葱头跟蒜倒进来。火开小一点哦，不要把它炸黑了，炸黑就苦了。这个不用炸太久，你只要闻到它们两个的味道都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把火关掉了。你就把这个油倒出来。这个就很像你们的那个油葱啊，炸葱。接下来我们把锅子擦干净，把我的五花肉放进来。我想要先干煸，把它自己的猪油给逼出来，我就不用倒油了。如果你是用很瘦的里脊啊，或是火锅肉片，你可以在这边加一点油。但是我今天用猪五花，你看我的油已经炸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香菇跟虾米倒进去，炒香它，翻炒很均匀之后，你会闻到香菇跟虾米的味道已经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倒一点酱油，我们淋在锅边。接下来我们再炝锅，炝一点米酒，那个味道会很香，也是淋在锅边。再来，我们把刚刚泡香菇虾米的水倒进去，完全不浪费任何食材。说浪费？浪费。最后我们倒一点胡椒粉，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3个调味料就是酱油、米酒、胡椒粉。台式炒米粉一定要有胡椒粉的味道，好像有点太多啦。对啊，我在想说有这么多。像平常我本来就很喜欢吃很多 papery 的味道啊。搅拌之后呢，就把我们的高丽菜倒下去，把它炒软，炒到高丽菜的甜味出来。火不要开太大哦，慢慢的煨煮它。在这个步骤，你就要先确定好高丽菜你要炒到你喜爱的软硬度，因为等一下米粉我们加进来只是快速的拌炒拌均匀而已。那我会在这个时候试一下这个味道。咸淡刚好，因为等一下就很难再调整了。哦，这边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你看现在锅里面的水量不要太多，因为等一下细米粉一放下去，如果你煮太久，它就会烂掉，而且它自己本身还带一点水，所以大概是这样，就刚刚好。好，我们把米粉放进来，可能全部放不完了，我先放半把。刚刚忘记剪一下啦，米粉剪一下，等一下比较好拌炒。炒米粉真的是拿来练腕力跟臂力的，要很有耐心，小火慢慢把它拌均匀，拌到每一个白米粉都吸到酱油的汤汁，然后都变色了。然后你可以用筷子去感受它的软硬度是不是你要的，如果是的话，那就好了。我们就把刚刚的葱油倒一点回来。大家不要怕油啦，好吃的炒米粉一定油的啦，尤其是台式的炒米粉。
偶尔吃没问题的。哎呀，最后我们把刚刚的香菜全部倒进来，好香哦，好香哦！你有闻到吗？有啊，好香哦！我就一直在咽口水，你没听到吗？没有。这样子台式炒米粉就完成了。戏多。哎呀，掉了，浪费，不可以浪费。今天调的那个味道还是很好，可是新买的那个米粉有点不行哎。是哦。First day of spring, and I just wanna sing to everything that's moving, every single little thing. To them birds flying